2026年8月5日上午，香港娱乐圈传来一则令人惋惜的消息：香港殿堂级填词人、资深演员李彼得因病离世，终年76岁。消息传出后，不少香港演艺圈人士第一时间发文悼念好友钟志光。随后证实，李彼得自今年3月中风后便一直卧床休养，身体机能持续衰退，最终还是没能战胜病魔。对于很多年轻观众来说，也许李彼得这个名字并不算熟悉，但只要看到他的脸，几乎所有喜欢港片的人都会立刻认出来。他就是《唐伯虎点秋香》中那位私塾老师，也是那个一边脱衣一边喊出经典台词“我左青龙，右白虎，老牛在腰间，龙头在胸口，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”这一段戏，至今仍被无数影迷反复观看。然而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为了拍摄这短短几分钟的镜头，李彼得足足花了2个小时完成全身龙虎纹身的绘制，而拍摄结束之后，又花了整整1个星期才把身上的纹身彻底清洗干净。更鲜为人知的是，当年这段剧情送审时，还因为涉及帮派用语而未能通过审核。后来编剧古德昭亲自前往解释，并把原来的大红棍等字眼修改成双花齐眉棍等台词，这段经典桥段才最终得以保留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唐伯虎点秋香留下了香港电影史上最经典的喜剧名场面之一。但如果你认为李彼得只是一个喜剧演员，那就太低估他了。事实上，在成为演员之前，他早已是香港乐坛最重要的填词人之一。1950年，李彼得出生于香港一个普通家庭，原名黎成就。9岁那年，父亲因病离世，一家人的生活瞬间陷入困境。由于家境贫寒，他读到小学5年级便被迫辍学。为了生活，他做过报童、油站工人、工厂夜班员工，也当过出租车司机。虽然学历不高，但他始终喜欢写作。工作之余，他不断向报刊投稿，还开设专栏《柴可夫司机手记》，记录普通香港人的生活百态。正是这些最真实的市井经历，成为他日后创作歌词最宝贵的财富。后来因为缘分，他结识了许冠杰。当时的香港乐坛，英文歌曲仍然占据主流，而粤语歌曲始终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。许冠杰希望打造真正属于香港人的粤语流行音乐，而李彼得充满生活气息的文字正好与他的理念不谋而合。两人开始合作，一合作就是7年。他们共同创作出《浪子心声》《半斤八两》《打雀英雄传》《梨涡浅笑》《卖身契》等大量经典作品。尤其《浪子心声》，据李彼得后来回忆，灵感来自庙街一块算命摊上的一句俗语：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正是这样一句普通的话，经过他的重新创作，最终变成了一首陪伴几代人成长的经典粤语歌曲。除了许冠杰之外，李彼得后来还为张国荣、梅艳芳、温拿乐队等众多歌手填词。张国荣的 Monica， 梅艳芳的将冰山劈开，温拿乐队的天边一只雁、爱人女神等经典歌曲都出自他的笔下。很多香港乐迷都认为，如果没有李彼得，就不会有粤语流行音乐黄金时代如此辉煌的一页。进入80年代后，香港乐坛开始更新换代，随着越来越多年轻填词人的出现，李彼得逐渐淡出了填词第一线。但他并没有离开娱乐圈，而是把重心放到了影视行业。虽然大多数时候都是配角，却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小人物。除了唐伯虎点秋香之外，在《逃学威龙》中，他饰演卧底警员王 Sir。虽然戏份不算很多，但他身份暴露后遇害的情节，却成为推动整部电影剧情的重要转折。而在《小男人周记》系列中，他饰演的大蛊惑，则把一个讲义气、爱占便宜、充满生活气息的小人物演得活灵活现。后来在 TVB， 他又陆续出演《爱回家》《双生陌生人》《济公》等电视剧。几十年来，他始终甘愿站在主角身边，用自己的演技撑起港剧和港片最真实的人间烟火。然而，与事业相比，他的人生却远没有电影里那么精彩。中年时期，他曾短暂拥有一段婚姻，离婚之后，他独自抚养儿子长大。由于年轻时长期忙于工作，错过了孩子成长的重要阶段，因此内心一直充满愧疚。后来，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。为了支持儿子到内地学习中医，他承担所有学费和生活费。然而儿子最终没有完成学业，回到香港后长期没有稳定工作。不仅如此，李彼得还要不断替儿子偿还信用卡债务。即使70多岁，他仍然不敢退休。他曾无奈表示，如果我不工作，谁来养他？
除了家庭压力，晚年的李彼得还长期受到疾病困扰，糖尿病、贫血、肾功能问题、心血管堵塞。2022年，他因心脏2条血管严重堵塞，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。当时由于经济困难，演员黄宗泽主动替他垫付部分手术费用。随后，企业家刘銮雄也向他提供了一段时间的生活资助。虽然手术顺利完成，但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。休养期间，他与 TVB 结束合作。为了维持生活，他开始经营自己的网络节目。节目里，他谈香港娱乐圈往事，评论影视作品，也分享自己几十年的经历。因为说话直接，他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。然而，即使如此，他仍然坚持工作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休的资格。进入2026年，李彼得身体进一步恶化，由于无法独自生活，他入住护老院接受照顾。然而就在今年3月，他突然中风，从那以后，他便一直卧床不起。好友钟志光透露，5月李彼得76岁生日当天，他曾到护老院探望，当时大家围在病床前唱生日歌。李彼得虽然还有意识，也能够听见大家说话，却已经无法开口回应。曾经那个出口成章、妙笔生花的人，只能静静躺在病床上，用眼神回应朋友的祝福。这一幕也成为朋友们最后的共同回忆。终于，2026年8月5日上午，李彼得安详离世。家属表示，将低调处理后事，不会举行公开大型仪式。随着李彼得的离开，香港乐坛与港片黄金时代又失去了一位重要见证者。他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，也没有跌宕起伏的英雄故事，他只是用最普通的人生写出了最真实的人间烟火。从街头报童到出租车司机，从殿堂级填词人到经典绿叶演员，他陪伴了港乐最辉煌的时代，也见证了港片最璀璨的岁月。如今人虽然离开了，但浪子心声的旋律依旧会继续响起， Monica 的节奏依旧会不断传唱。唐伯虎点秋香中那句左青龙右白虎，依旧会让无数观众开怀大笑。或许这就是属于李彼得最好的告别，愿一路走好。也感谢你把那个最美好的香港黄金时代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。家家有本难念经，李彼得晚年替儿还债，早年上学逃课，37岁还啃老，这简直是魔幻现实主义的真实写照。父亲为了给儿子还清那10几万港币的信用卡债，拼了老命去赚钱，而儿子却像个没长大的孩子一样。我特别记得媒体采访李彼得时，他那种无力感，他甚至半开玩笑说，我要是走了，他大概只能去睡天桥底吧。这话听着像笑话，背后却是多少个辗转难眠的深夜攒下的绝望。回过头来看，李彼得这辈子真的是从泥潭里爬出来的。他原名黎成就，9岁没了爹，小学没读完就去卖报纸。那时的香港底层生活是什么样？他在油站加过油，开过出租车，后来靠写柴可夫斯基手记混出了名堂。因为是从苦水里泡出来的，他写的歌词才那么入骨。半斤八两写的是打工人的泪，浪子心声写的是命里的得失。在我看来，李彼得之所以能成为词坛大师，就是因为他把自己活成了市井本身。但也正因为他吃过太多苦，导致他在对待儿子黎树德时陷入了一个致命的逻辑陷阱，他太怕儿子吃苦了。1989年，李彼得结婚，3年后离婚，前妻走了，留下3岁的儿子。从那一刻起，他就开启了长达40年的单亲爹模式。他怕儿子缺爱，怕儿子重蹈自己丧父的覆辙，于是把所有的爱都变成了无底线的包容和物质的堆砌。他觉得自己苦一辈子没关系，但不能亏了孩子。结果呢？他花10几万送儿子去南京学中医，那是他大把的积蓄，本意是想给孩子留一门足以安身立命的手艺。可黎树德在那边干了什么？频繁逃课混日子，最后连结业证都拿不到，灰溜溜的回了香港。很多人可能会责怪这个儿子太废，但在我看来，这就是典型的供养过头带来的恶果。李彼得的爱成了温室的玻璃罩，既挡住了风雨，也把儿子的生存本能给彻底憋死了。回到香港后的黎树德整天窝在家里打游戏，作息昼夜颠倒，父子俩住在一个屋檐下，却像2个互不干扰的租客。更让人心酸的是2026年的春天，李彼得在护老院中风昏迷，钟志光急着给黎树德打电话，对方竟然是因为打游戏太入迷没听到，最后还是钟志光亲自上门才把人拉去医院。在李彼得最后的5个月里，他躺在床上没有任何反应，直到生日那天，钟志光去给他唱生日歌，
他依然是一动不动。看着这出戏的结尾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我们总说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，但李彼得的深远最后却换来了一场空。他不仅没能让儿子独立，反而把自己的一生都搭了进去。有人会说，这是李彼得自己慈母多败儿造成的，但我认为评价一个老人的一生，不能只用旁观者的清醒去审判。他不仅是个填词的大家，更是一个被深沉的父爱困住的普通人。他明知道儿子是在啃老，明知道自己是在透支生命，填一个无底洞，但他就是放不下。这种爱既伟大又残忍，既沉重又无奈。李彼得这一生写尽了世间百态，写出了无数人的喜怒哀乐，唯独没写好自己家的这本难念的经。他把所有的精彩都留给了舞台和歌坛，把所有的辛酸都咽进自己晚年的病躯里。离世之后，黎树德终于走到了台前，去处理父亲的后事。在这个时刻，他或许才第一次真正面对没有父亲兜底的现实。而李彼得这位在香港乐坛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传奇，最终带着那份对儿子的牵挂，安静地退场了。这就是李彼得的一生，前半生靠才华逆天改命，后半生却被最柔软的亲情拖垮。留给世人的不仅是那些金曲，还有一段关于父母子女缘分的深刻代价。说到底，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，没有任何一种教育方式是可以复制的，也没有任何一段亲子关系是能完全摆脱命运的捉弄的。他走得匆忙，留下的却是留给所有父母的一道难解题。